太陽系位於銀河系的偏遠荒涼之處，是幸運還是不幸呢？人類曾一度沉浸在地心說的驕傲中，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然而，隨着日心說的出現，我們不得不接受一個事實：地球不過是太陽系中一顆普通的行星。而今天，我們更清楚地知道，我們的太陽在浩瀚的銀河系中也並不特殊，它只是數千億顆恆星中極其普通的一員。那麼，太陽系在銀河系中究竟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呢？從宏觀上看，我們位於銀河系獵戶座旋臂的內側邊緣。這個位置如果以恆星密度來衡量，卻是一個令人驚訝的真相。太陽系其實是位於銀河系的偏遠荒涼之處。為什麼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源於銀河系恆星分布的極度不均勻性。恆星密度會隨着與銀河系中心距離的增加而呈指數級下降。讓我們來看一組數據，感受一下這種驚人的差異。在距離銀河系中心僅1秒差距約 3.26 光年的核心區域內，恆星密度高達每立方光年 28.9 萬顆。這是一個擁擠、繁華的宇宙都市。然而，我們的太陽系與銀河系中心之間的距離大約是8000秒差距，約 2.6 萬光年。在這片區域中，恆星密度已經下降到大約每立方光年 0.04 顆。這意味着太陽系所在區域的恆星密度僅僅是銀河系中心區域的7200萬分之一。用偏遠荒涼來形容是完全恰當的。那麼，問題來了。太陽系位於銀河系的偏遠荒涼之處，這對於地球生命的誕生和延續而言，究竟是不幸還是幸運呢？屏幕前的你覺得呢？是更喜歡熱鬧的宇宙都市，還是更青睞我們現在所處的宇宙鄉村？答案是，這其實是人類的巨大幸運。為什麼銀河系的繁華地帶不適合生命生存？讓我們從3個致命的威脅來深入探討。首先是過量的輻射。在恆星密集的區域，恆星釋放的各種輻射，包括紫外線、X 射線和伽馬射線等，會產生強大的疊加效應。這種高劑量的輻射環境將使得行星表面的輻射水平遠超生命能夠承受的極限，生命的 DNA 結構將難以維持穩定，生存成為奢望。其次是災難性事件的頻繁發生。大質量恆星在演化末期會發生威力驚人的超新星爆發，並在短時間內釋放出足以與整個星系媲美的能量。超新星爆發會產生大量的宇宙射線和致命的伽馬射線暴。我們地球的歷史上就曾有過這樣的威脅。科學家推測，在大約 4.45 億年前的奧陶紀末期生物大滅絕事件，很可能就是一次距離地球大約60光年外的超新星爆發所產生的伽馬射線暴擊中地球所致。大家可以想象，在太陽系這個偏遠荒涼的地方都曾遭遇如此災難。那麼，在恆星密度高出1000萬倍的銀河系中心區域，這種高能事件的發生頻率將是多麼可怕！在這樣一個隨時可能被高能輻射侵襲的環境中，生命根本就無法長時間的存在和進化。太陽系遠離這些宇宙戰場，是生命得以安穩發展的先決條件。銀河系繁華地帶的第2個大麻煩是引力擾動。對於太陽系而言，最近的恆星是半人馬座的比鄰星，它在 4.22 光年之外。由於距離遙遠，其他恆星對太陽系內部行星軌道的引力擾動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使得太陽系成為一個高度穩定的系統。然而，在恆星密集的區域，恆星之間的距離大大縮短，引力作用變得非常顯著。假如将太陽系置入銀河系的繁華地帶，周圍恆星的強大引力將會擾動太陽系外圍的奧爾特雲和柯伊伯帶中的彗星、小行星等小天體的運行軌道。這些被擾動的小天體可能會被拋向太陽系內部，從而導致地球遭到小天體的撞擊風險大幅度提高。更嚴重的是，強大的引力擾動甚至會直接影響到8大行星的穩定運行，可能引發行星之間的碰撞，或者將地球直接拋出太陽系，使其成為一顆流浪行星。因此，太陽系處於一個引力寧靜的區域，
是保障地球生命長期安全和穩定進化的第二個關鍵因素。既然銀河系中心太熱鬧，不適合生命，那是不是離得越遠越好呢？答案是非也。距離銀河系中心太遠，同樣對生命的誕生不利。這就要提到生命所需的重元素。我們所熟知的碳基生命需要大量的重元素，只比氢和氦更重的元素，如碳、氧、鐵、硅等作為物質基礎。這些重元素是在恆星演化的過程中，通過核聚變和超新星爆發等方式冶煉出來的，並在恆星消亡時釋放到星際空間。距離銀河系中心越遠，恆星的密度就越低，恆星形成的代際更替也就越慢。因此，在距離銀河系中心太遠的區域，其重元素的丰度及金屬丰度就會不足，無法提供支撐生命誕生的必要物質基礎。所以，銀河系中真正適合生命存在的區域是一個金髮姑娘區 （Goldilocks Zone），它既不能離銀河系中心太近，以避免過量的輻射和引力擾動，也不能離銀河系中心太遠，以確保有足夠的重元素來構建行星和生命。根據科學家的估算，這個銀河系宜居帶的範圍應該在距離銀河系中心 1.3 萬光年至 3.5 萬光年之間。現在，讓我們再次回到太陽系的位置，它距離銀河系中心大約 2.6 萬光年。完美！太陽系正好就位於這個銀河系中的最佳地段之中。雖然從恆星密度的角度來看，這裡算得上是銀河系的偏遠荒涼之處，但這正是它能夠孕育出生命的關鍵所在。正是這種荒涼，為地球生命提供了長期的、穩定的、寧靜的進化環境，而它又恰好位於宜居帶內，保證了行星形成和生命誕生所需的重元素豐度。如果不是這樣，如果太陽系被置於銀河系中心那片擁擠、高能的區域，那麼地球上將很難孕育出生命。我們人類當然也就不會出現在這顆美麗的藍色星球上了。所以，太陽系位於銀河系的偏遠荒涼之處，是人類的無上幸運。可能有朋友會問，那這個結論是絕對的嗎？其實也不是。我們剛才所有的分析都是基於人類這種碳基生命的生存需求得出的。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其他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比如科学家一直猜測的硅基生命，它們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可能和碳基生命截然不同。也許在銀河系的核心區域，或者那些我們認為不適宜的地方，也能存在生命。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任何地外生命的痕跡，所以基於碳基生命的分析依然是最有科學依據的。其實這個話題也讓我們感受到，人類在宇宙中的存在真的是一系列巧合的疊加。從地球與太陽的距離到太陽系在銀河系的位置，每一個條件都恰到好處。這也讓我們對宇宙充滿了敬畏，同時也激發了我們探索宇宙的好奇心。好了，今天就到這裡，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熱推哦。朋友們，最近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用的 APP， 就是一款叫 Himalaya 有聲書 APP， 非常好用，特別適合喜歡聽書的朋友們。它的華語內容十分豐富，天文地理、歷史名著什麼都有，而且都是正版授權。無論在通勤、走路、運動的時候，還是睡覺前，都可以聽一聽，特別 OK。為了感謝朋友們對我頻道的支持，特別向 Himalaya 官方申請了14天 VIP 免費試用，一般用戶只有7天。現在立刻馬上，你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鏈接，就能領取使用名額。你先用14天，如果覺得不合適，卸掉就是不會扣費。如果你覺得還不錯，你就充值繼續用。